他追我时用了挺长时间，所以感动了我。但追到手以后，慢慢的他就对我不好了。他逆反心理挺严重的，总是把我对他的建议当成耳旁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起些争执。我最讨厌他的地方是，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总爱教育别人，而且态度特别不好。我比他大几岁，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不成熟的事，我会去指责他，但是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脾气一急就做过分的事儿，有时还不尊重人，我对这段感情越来越失望。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陆，27岁，来自河南，置业顾问；女嘉宾小张，22岁，来自河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怎么认识的？就是之前在一个老乡聚会上，然后这个偶然间就是看见他了，感觉就是很中意，然后我就开始追他啊，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哦，追了多久啊？追了1年多。那在一起好了多久啊？好了也是1年左右。今天谁要来的？我想来的。他平常就老管着我，然后也不尊重我，而且每次都要就干嘛都就命令我一样，我特别受不了，我感觉他很不尊重我。哦，来说说他怎么不尊重你的？就比如说，可能我年龄小，然后我比较爱玩啊，然后因为我们就平常同学聚会啊，那肯定会喝点酒嘛。啊，现在同学聚会都要喝酒的哈。也不多喝，就一点嘛。啊。然后就有一次生日聚会，我同学，然后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他就不太想让我去。但是我们同学就关系很好，我就去了，我就没听他的话，然后他就生气了。啊。然后就在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一直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然后他可能就是看我玩的挺高兴，然后就有一点多了，他就要来接我，我就让他过来了。然后他一到门口就看见我同学扶着我出来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把我同学都给推开了，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不给我同学面子，但是我还是跟他走了。扶你的是男同学吧？不，有男有女。哦。然后我们就上车走了嘛。喝多了吧？也不是太多，我觉得。那怎么要人扶呢？就是有点醉，然后他们就不是说每次喝酒就喝一点吗？行，接着说啊。然后我们在车上，然后他就一直说我，一直数落我嘛。啊。我感觉我瞬间酒都醒了，就整个人都清醒了我。然后他就一直叨叨我，让我发誓说以后滴酒不沾，然后再也不能参加聚会，再也不能喝酒。啊。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说，我说不可能，我在家也是我爸妈宠着的，我在你这儿凭什么发誓呀，对吧？然后我就跟他犟了2句。啊。然后他就让我滚下车，我就是参加了一个聚会，我就是同学生日嘛。你滚了吗？你告诉我。我滚了。你滚了？真下车了？下车了。然后我以为他会来找我，然后我看着他开着车就走了。嘿，喝酒的事我跟他说过特别多次，每一次都是告诉我行行行，好好好，最后这个还是屁颠屁颠跟着朋友去喝酒去了。然后那我同学过生日我去，那我都答应人家，我总不能放人家鸽子吧？为什么你把他轰下车？你真的不担心他出事儿吗？反正那个后来，虽然我感觉自己这样做不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喝酒真的就不，你先回应我那个问题，你真的不担心她喝了那么多，你让她下车，你就真的就舍得不管她吗？当时就是这个，一想到她平时和我说的也不喝酒这个样，还有那天就醉成那个样，我真是，反正没有控制住自己那天。她经常出去喝大酒吗？经常喝醉了回来吗？不是，就是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喝点。我就是说，你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喝多？是有点。哦，行，这件事咱们就放在这儿了啊。还有什么呢？他动不动平时我们俩相处的时候，他就让我滚，让我滚，就我特别讨厌这个词现在。然后就还有一次，我们俩是他同事结婚嘛，他让我陪他去，我们去的时候挺开心的。结果在车上的时候，他就让我听了一段语音，是他姥姥给他发过来的，就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就是该就是成家结婚了。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没太在意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那你现在跟我裸婚，你愿意跟我领证吗？”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就感觉很奇怪，你突然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对吧？然后他就说：“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拿出来1万块钱的预算，给你搞一个求婚仪式。”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特别的愤怒啊！求婚仪式难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什么叫我同意了你就给我搞一个？那我不同意的话，就这样了呗。我就很不理解。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有病，我要是答应你的话，我也有病。然后他就突然又生气了，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就是定时炸弹一样，就是他问我同意吗？我不同意，对吧？然后就让我滚下车了。滚了吗？他滚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婚礼，把我一个人又放在路边。这有点欺负人吧？当时其实我没有说是真的要跟他就是在车上求婚了，或者是他一答应以后办个求婚仪式啥的。当时我正好大家那天去那个参加喜事都挺开心的。我想着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看看那个他是不是真心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心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不怕跟我裸婚。反正别人不都说这个？那你拿这个试探我，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裸婚，而不是跟你在一起呢？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心跟我在一起的。对呀，那你自己还不能体会得到吗？但是结果最后他说那些话很难听，又说我有病，又说这跟我结婚就有病。当时，反正我听见这个话，我很生气你就让人滚了？对。你也是，都滚了2回，你还往回滚？那不是在一起1年多，有点不舍得。所以人家理直气壮啊。像他这种就是让我滚来滚去这种事儿就不说了，他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找的是一个男朋友，而不是一个父亲。他总是以那种大人父亲的口吻来教育我，来压制我，让我特别难受，特别受不了。比如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俩在那儿聊天嘛，他就老说，那你同学出去兼职什么的，你怎么不出去兼职呀？那我就不想出去兼职嘛，我觉得我还上学，那我就先上着学呗，对吧？他说，那你课又不多，你出去兼职吧。然后就一直说我，然后我就想着那行吧，那我也找个兼职吧。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干完那个以后就挣了几百块钱嘛，我还挺开心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给你个建议吧，你要不然拿着这个钱给我妈买点礼物。是给你妈买礼物是吧？给他妈妈。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不行了，我自己挣的钱，我干嘛给你妈妈买礼物呀？然后我就不同意，他因为这个事儿，他跟我生了好久的气，他说我不懂事儿。为啥？我是觉得就是正好，我妈可能也不太喜欢他，我感觉他第一次挣钱挺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给老人买个礼物，可能老人就开心一点。那你拿钱买了以后，跟你妈说是他买的不就行了吗？就是总归如果是他自己挣的钱给我妈买的话，他肯定底气足。拿着我跟他买的，就买的再好再贵，我觉得也不是那个意义。人家也没想进你们家门呢，要什么底气啊？现在。但是就是他挣了钱，然后第一次想着自己怎么享受怎么玩，反正我就觉得他很多事上太幼稚了。那就分手。舍不得。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我挺压抑的，就感觉没有就是自己的空间一样。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跟他分手吗？我想，但是又不太舍得。不舍得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对我挺好的嘛。我就说现在，别老说刚开始。现在就是心里特别纠结，就是如果真的分手了，那万一他能变好呢？但是我又没有太有信心。他怎么变好啊？就是改变他自己的脾气。你对你们俩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我想着等他毕业后，等到他这个自己稳定几年，然后我们就结婚。还想跟他好是吧？对。你对这姑娘有什么不满意吗？你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她这个性格，就是她有时候这个太幼稚了。就比如说她这个喝酒这件事儿，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单亲家庭，我见过这种就因为喝酒让家庭这个很不和睦，或者说这个造成什么这种不良后果的。
我没有觉得我管他哪件事是对他不好，或者是要害他怎么样，为他好的事儿，他也是觉得这个我好像管得太多了，好像就不给他自由怎么样。所以你还觉得委屈是吧？这不算委屈，就是觉得他这种有点就是太犟了，太犟了。哎，你未来结婚就是一定要求对方要跟你裸婚，对吗？这个倒不是。哦，不是。但是你刚才可说了，裸婚才是真爱啊。那是检验真爱的，就是，但是不是检验？对。哦，那你觉得这姑娘爱你吗？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你现在这个应该在乎我了。行吧。女生今天来到底是来干嘛来的？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挺纠结的，就是我是想跟他处下去，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不是，为什么还想跟他处下去呢？就是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他挺上进的，就是抛开其他来说，就是挺有上进心的。就是这个人在工作上很努力，是这意思吧？对，他除了现在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去剧场帮忙啊，这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男生身上挺少有的一个东西的，就是挺上进的。就是这个很吸引你，还有别的吗？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挺照顾我的。照顾？嗯。就是比如说我发烧以后呀，他就赶快过来学校来带我去医院什么的。女生说我还舍不得呢，因为这个男生积极向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挺好的。可是他又这么对我，你们说我怎么办？男生也说了，说这女孩子太倔了，太不懂事儿了。其实我是出于一片好意，我是为了爱她，我帮助教育她，怎么就弄成这样了？我理解的对吗？对。所以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小张，就是你老是滚来滚去的嘛，对吧？那在这个当球的过程当中，他让你滚了，你是怎么滚回来的呢？就是他一直就是向我说对不起，然后向我和好，然后就是一直求我原谅那种，然后我就原谅他了。哦，他会道歉。他道歉大概会花多长时间跟你道歉？2到3天。那你在被他骂滚，然后离开他的这段时间，你的心里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吗？是。会哭吗？会。那为什么他2到3天就可以再把你哄回来呢？你自己先想一下。我先跟小鹿来讨论几个问题。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跟你讨论成熟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关于求婚这件事情，是应该你先求，然后我再决定答不答应呢？还是我先告诉你我会不会答应你，你再求？应该是先求。那你是不是欺负他呢？我当时是这个想试探他，我觉得这也不算欺负。好，我们又聊到试探这个词。你后来又跟我讲到说，我为了试探他，所以我说了，如果我们之间是真爱，你就跟我裸婚，对吗？那我现在想试试你，你有存款吗？我有。多吗？不算多，但是这个我觉得成家立业应该够，对吧？好，你把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套婚房，写上我的名字，证明你爱我。可以写他的。对，就写他的，就写他的，不用你写我的啊，我们家自个儿有啊。我是以一个成熟的人的角度替他在跟你聊天嘛，对吗？你说他不成熟，说他幼稚嘛，只写他的。可以。真的吗？真的可以。那你为什么跟他提裸婚呢？我可以为了爱情，我为了爱你，你是身无分文，但是我看中你的人品，看中你的才华，我跟你裸婚没关系。但是你在有的情况下要跟我裸婚，你是不是欺负他？我没有，平时这个我挺愿意为他花钱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有给他的母亲买过礼物吗？没有。那你凭什么要求他赚的第1个月的工资不是给自己的妈妈买礼物，而是给你的妈妈买礼物来讨好你的家人呢？你是不是欺负他？这3个问题，你自己思考。
我接下来跟你接着聊，你想好了吗？刚才我问你的那个事儿，为什么在2天之内你就又跟他好了？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哎，没主见对吧？你一直要求他对你尊重，你在整个的感情相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自重，你自己就没有分量，你很轻。你能完全怪他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吗？你就是以一个女儿的角色在跟他相处。我们自己女孩子没有分量，就不能要求男人给我们更多的分量，尤其是对面这个非常自负的、自己有各种逻辑和理论的这样的一位先生，你现在完全活在他的这个逻辑圈当中，你们的感情。所以跳出来，球除了这样运动以外，还可以上下移动，远离现场，明白吗？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祝你们各自安好，谢谢。卡佛有过一本小说短篇，叫《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2对夫妻，然后喝着酒，然后互相讨论什么是爱情。然后看完这本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哎，好像爱有很多种，爱不只是一种。那有一些爱会让人很舒服，那有一些爱会让人很不舒服，有一些爱甚至会伤害人。那从中我们可知，其实爱是多元化的。其实他心目中的这个爱，我们给他如果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叫养成系恋爱。什么叫养成系恋爱呢？就是我找一白纸，然后呢，按照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去捏它，把它捏成那个我想要的样子。但是呢，你看错它了。其实这小姑娘没那么好揉捏。你看，在你想里面，我第一次让你滚，第2次你就应该听我话，结果她第2次她又宁可滚了，你知道吗？也没那么好揉捏。我有2句话形容这姑娘，叫幼稚但不愚蠢，天真但不依赖。就她的年龄是没到，见识也没有那么广博，但她也不是你说什么我就听你什么的。所以，对于你们2位，我其实2个建议，各自一条。像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就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不要去改变别人。当你把一个人改变了之后，你会发现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那个人了。你适合什么样就去找什么样，这是对你说的。对于姑娘，幼稚可以慢慢变得成熟，天真可以慢慢的学会更多的知识，但是永远要记住，坚持自我，尊重自我。尊重了自我之后，别人才能尊重你。千万不要被人几句道理一讲就觉得自己错了。我可以选择不变成你所说的那种好，我选择我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好，这就是你的坚持。就这样，谢谢。陆先生，你说裸婚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面包和玫瑰本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如果一个值得我托付的人，他一定是一手拿着玫瑰，一手拿着面包，或者他正在为那块面包而努力，又或者他有为面包而努力的计划给到我。第2个，你说你不懂事儿。男人要女人懂事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懂事儿的这个事儿来当借口，然后某种方式上去禁锢女人。因为你要听我话呀，所以你只要不听我话，你不懂事儿。你看这事儿做的不对，不懂事儿啊。所以综上所述，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其他的对女孩的建议没什么，我觉得你坚持自我挺好的，就是亮清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就可以了。但是酒适可而止，因为如果喝到一个需要别人搀扶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处在危险当中的是你自己，好吧？好，不要挥霍青春，浪费青春就可以了，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因为对方的幼稚，由此而抓住对方的幼稚来打压对方的人，本身这种行为就是很幼稚的。一个成熟的人总是希望在爱情的生活当中，让幼稚的对方变得更加美好，甚至会小心翼翼地去呵护他这点幼稚和可爱，
而不希望他变得太过于世故起来，而不会总是反反复复地说你很可笑。这个行为本身是幼稚的。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求婚和结婚分为2种男人，一种男人是动不动就跟你说不要拜金，只要你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你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生，你爱上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的人，而事实上他也没什么钱。第2种男人，他觉得一个女人跟了我要把终身托付给我，那我势必应该努力地为她营造一些条件和物质，而他是属于第1种，就是你不要跟我谈钱，但凡是要谈的钱，你就是贪慕虚荣，你就是个拜金的女人，所以他才会说只有跟我裸婚，你才是真正的爱我。这句话背后恰恰透露出了他内心的自卑。其实你自己内心是害怕得不到幸福，害怕幸福会从指尖溜走的。你心中种种的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你可以跟他交流。当你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来交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脆弱跟他说的时候，他未必会体现出像平时那样的幼稚。因为我总觉得女人无论有多小，只要男人愿意把脆弱的伤口扒开来给她看，那女人在瞬间都会变得成熟起来，来抚慰你。但你从来没有给过她机会，你只是一昧地告诉她你是幼稚的，你是无知的，你就是个皮球，你是没有自尊的。那我想请问，你找个这样的女人，你将来怎么可能幸福？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把你所爱的人羞辱得体无完肤，那你自己是谁？对于女生来说，我说句实在话，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夫妻，几乎这一辈子都喊不出那个滚字。你仔细去问问你的周邻四舍，你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滚字这个事说出来是很难听的，是切肤之痛，是这辈子都难以忘记。你居然滚了好几次，都没有滚多远。所以你自己把自尊扔在脚底下，任人拿捏，他又怎么可能尊重你？绝对不能让别人这样羞辱你。啊，对了，还不要喝那么多酒，好吗？好，就这样。核心其实为什么是这样？人不要欺负人，在这段情感当中，你有点欺负他。女生的问题不说了，其实你只要想一个镜头就行了。你喝多酒喝迷糊的时候，你最希望的是什么？是身边有个人照顾你，你安全。可是当你喝迷糊的时候，一个人能说你滚大街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觉得这种人可以依靠和依赖吗？不管他是因为情绪还是别的什么，其实就看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又什么样？就是刚才这个听这个老师们说这么多，其实我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你造成就这么多的伤害。我希望你能就给我个机会，让我证明我其实可以像以前那样去关心你呵护你。还有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就是处理好这个你跟我这个母亲的关系，其实倒也谈不上处理，但是我就是行了，时间到了。我相信你平常跟他讲道理的时候绝对是滔滔不绝呀，可是今天为什么这样，你心里也很清楚。行了，不说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哎，来，请关门。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可能我自己就是真的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是真的很在意他，我不想那个放手。不要对别人提那么多要求，
好不好？大家开心的相处就好了，去打磨价值观，而不是强势的输出价值观给别人。找那个适合你、喜欢你、欣赏你的人，而不是找一个你改变之后让他崇拜你的人，好吗？谢谢你的分享，千惠啊。